要分享的故事啊，在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在贬损大马，好像怎么没有在讲大马的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我其实自己啊也是很犹豫，我倒是不担心别人说我讲对的、好的，好像在撕裂大家，我完全不介意。我所犹豫的呢是，我不确定我的认知完全是准确的，而且它本质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我自己都难过了很久啊，所以犹犹豫豫好几个月，但我觉得还是要把它给拿出来，因为在做了这么久的节目之后，我发现大家的认知才是最宝贵的，他们都有一些真知灼见，你们可以把它分享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我只是抛砖引玉，所以我觉得好吧，还是把它说出来，就借今天这个机会。故事呢是在几个月前啊，我们到大马，在一个小地方，不是在雪隆区啊，认识了一位华裔的老人。但你说他是老人吧，老人家思路非常清晰，他的身体啊也很健康，很健谈，他的眼睛也是清澈透亮的。他把他家族、把他的兄弟姐妹、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自己的事业也很好。所以临走的时候，我跟他见完那一面，我真心的希望他身体健康。我很为能够认识这样的老人，我也很为大马有这样的一个华裔的老人而感到高兴，甚至于感到自豪。但就是在几个月前，我听说了一个事情，什么呢？他得了脑溢血 stroke。当时我其实是很担心的，为什么呢？第一，他在这个小地方；第二呢，他们告诉我他被送到了政府医院。我不能说没有偏见啊，对不起啊，但就我在大马这些时间的认知啊，我知道，在政府医院相对来讲啊，我只是说，他会得到的医疗照顾会有这么好吗？我不敢确认呢，所以我很担心。那么也通过朋友在问我到底可以我做什么去帮助到他，但实际上事实就是我做不了什么。那我就一直在跟进啊，在 follow 老人家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一次比一次得到的消息啊，更加让我感到心寒、心痛，甚至于有一些愤怒。对，就是愤怒。我有这样的说法，这我也毫不隐藏啊，对着我的朋友，告诉我消息的人，我也这样去说。老人家被耽误了几天才做了第一次脑部的扫描，他是一个中风的人，但是这个初步的检查居然要花几天的时间，总之是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那他们的说法是，整个那个地方政府医院就只有一台这样的设备，所以才帮他做。OK， 那他做了以后有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呢？事实是没有啊，至少我相对片面的，我的判断是没有。他们说他的脑部要把这些中风好像要把一些积液给抽走，但是医院啊，在这样老人家的脑袋上钻了3个孔，3次啊，才成功的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管子进去。但家属去看的时候 ，OK， 看到每隔几小时，护士都在上面写 patient is comfortable， 很舒服。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被吸出来，然后家人再去检查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设备的压力都没有调对，没有让脑中啊把一些东西给吸出来。哎呀，医生也很生气，主治医生过来，居然和护士当着家人的面对吵，说你怎么这样啊？你做的怎么不对？护士呢反而很拽，还要吵回去。护士就说，我又没有得到积极的很好的培训和训练。他说你看我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多病人。 OK， 可能他讲的是事实，那他们有没有想过啊？你当着这样一个生命濒临危险的老人，家人都在，你们吵给病人看算什么？算是作秀吗？算是这个责任就没有了吗？我真的不明白。所以你看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啊，他怎么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这样的来来回回的一些错误的被对待呢？
而且这个病历上面就有自己写，老人还在医院获得了肺部的感染 ，hospital secured 的感染，就是在医院拿到的。你说一个老人家耽误了几天，中风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妥善照顾，还有这么多的失误在里面，怎么办？真的是要不了多久，老人往生了，就走了。那个对我的打击当时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请朋友节哀顺变了。哎呀，所以那个事情之后啊，我为什么说有愤怒呢？我当时甚至于下了一个狠心啊，我说这个事情至少如果是因为政府医院造成的话，那它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对政府如果做不了什么，我自己也要做些什么。我甚至于说，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说我和我的家人我讲了一个狠话，我说绝不要死在大马的政府医院。你知道这不太像我像我们家平时说话，我没有这么狠没有这么这个说一些决绝的话，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说我们热爱大马，住在大马，但是我可绝对不想要死在大马的政府医院呢，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避免的。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只是政府医院造成的话，那么我就更应该买好保险事实是我一到大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个人的保险全部买好了。那我如果发生意外，我也希望被送到更好的医院得到照顾。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可以做，可以去避免的。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人这样做，每个人经济条件，每个人对保险的认知，每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反正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在我脑海中盘旋了好久，我就花好多好多的时间，我想要去了解大马的医疗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记得有观众也跟我推荐说，柔佛有一名医生很愿意分享，我自己给他写过信他还没有回信，所以我觉得我拿不到答案。那我们也尽量的做一些节目去分享了我们在大马在诊所在私立医院得到的一些比较好的照顾，这个经验是什么样的。不过我就特别想要知道大马整个的医疗体系是什么样的。我发现呢，我问不同的人拿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不为所有人清楚的知道，它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我觉得是这样的。那我的想法当然在后面有一些认知的改变。在开斋节的期间呢，我不是采访了一位博士他拜访了他的一个宗教师的朋友，给到他一些说法，大家还记得那一集吗？那个朋友他同时是一家政府医院的一个类似理事会中的成员。他告诉我说，政府医院也有很好的医生，你像马大一些特别好的医生，他们也会去政府医院但呢他是在一些专科，这个专科呢是要你已经进行过初步的诊疗凭着医生的初步诊疗和推荐你才能去看的，需要一些时间，但那个医疗水平是很好的。OK， 这我又放心了，我知道我之前的认知可能是有些错误的那大家是否都完全知道呢？为什么需要他作为一个理事会的成员向社会对外界去沟通呢？我想是不是一般的民众不完全知道大马还有这么好的政府医院的服务？那第二，如果还是像我知道的那位老先生那样，他碰到的是一个急诊很急的情况下，政府又该做一些什么来调配资源，来帮助治疗这样一个虽然进了政府医院，但他应该得到更加妥善照顾的人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就是我希望大家来帮助我，给到我更多关于大马医疗现状的纠正也好，信息的补充也好，建议也好，我们把它集合起来，这个事情重要。对，大家如果关心的话，会知道大马已经连续很多年在 HDI 就是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到极高的水平了，它的打分是很高的。这个指标其实就是由 GDP， 然后呢由人均接受教育的水平和医疗水平三样东西乘起来，然后开3次根，就这样的一个数值来着的。
每样都是一就是一，每样都是零，它就会是零，它是一个由零到一的数值。大麻总分很高啊，但是我可以查到我们为教育在做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大麻在为经济做的努力，但是大麻为了改善医疗水平、医疗状况，它的努力和方向是什么呢？我在政府文件中没有找到，我在统计局的数据当中有没有看到相应的体现？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我真的想要知道希望大家帮助我们一起把信息集合起来。如果会出现更多有建设性的讨论，更有智慧的输入，就把它放到一起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我们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会帮忙去做这个梳理。今天终于把这个案例分享出来，感觉心里也是沉沉的舒了一口气，终于了却了一个小小的盘在脑中的心事吧。OK， 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优的算。谢谢。